这是什么时刻你知道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轩，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软体业打滚10年的经验。你有什么资格分享呀？这问题问得很好。我虽然不是什么大神级别，但是我在保护电脑的、资料库方面的、天上飞的、地上滑的、买卖房屋电子化的，还有最近刚加入的雨林俱乐部。对了，我最近刚加入亚马逊，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上面这篇影片。我在这方面呢都有经验，我分享出来的不一定是最准确的，但是希望是具备一些参考价值的。那你都已经看到这边了，别忘记按赞跟订阅。好了吗？好，那我们继续。在这么多家公司里面，我如何在每家公司都混得不错？我们都知道第一印象很重要，通常如果第一印象没有做好，后面只会让别人觉得你有在进步。当然进步不是坏事，但是谁不想要给同事跟老板最好的第一印象呢？让他们觉得他们做的决定是对的。我就是他们要找的人。我总结出来了2句话：平时表现平时表现平稳，关键时表现突出。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句话，平时表现平稳，就是在平时的时候做好自己该做的本分就好，不用刻意去多修几个臭虫，或是把时间花在一些琐碎的事情上面。这边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冷知识，为什么电脑程式出错叫臭虫，也就是 bug。1946年的时候，大型电脑 Mark II 发生了故障，故障的原因是因为有一只飞蛾它卡在了电脑里面，也就创造了 bug 的这个词。往后我们就将程式出错称作 bug。为什么不用刻意去多修几个 bugs？ 除非是关键性的 bug， 不然我修的再多，对公司也没有实质上的帮助，大家也不会觉得我修了很多很厉害。因为从主观上来讲，修 bug 跟写产品是我分内的事，我要把多出来的时间拿来思考在公司内部里面有哪些缺点可以去改进，有哪些地方可以让我设计一个内部产品或是方案，去解决公司的问题，让公司内部的运作更顺畅。当然，平时表现平稳不是叫我默默的做好自己的事，在表现平稳的同时，还要让大家知道我的存在。开会的时候要提问或是回馈想法。这边说的开会不是每天15分钟的 stand up 去报告自己做过什么，那些都是分内的事情。分内的事情我就只要求平稳就好。这边说的开会是类似团队会议 demo， 还有自审会议，也就是 retrospective。在团队讨论之前，我会事先花一些时间想一下最近工作的周期，有哪些地方是做得好的，跟有哪些地方是可以改善的。提出可以改善的同时，也要提出我认为有效率的解决方案。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的方案不错，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不好，又或者有些人会提出更好的方案。那我的意见有没有被采纳，其实不重要，因为我给我团队的感觉是有领导者的感觉。我发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做会更好，你们觉得呢？让我们一起来讨论，而不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做得不好，谁来说我们该怎么办？这样有点把事情丢给大家的感觉。大家的事情已经很多了，我还在搞更多的事，比起后者，前者带来的存在感会更高。给大家举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我记得我手把手带了一个新人做了一个产品，那个新人很会说话，每次在进度报告的时候都说得很好，非常的会刷存在感。之后公司有个好心的前辈跟我说，你每次报告的时候都不说话，除了我们自己的团队知道是你在带着他做，其他外部人都以为是他带着你做。这经验就告诉我，在表现平稳的同时，存在感也是很重要的。每一次的会议都是表现的舞台，不求每一次让人惊讶，但求每一次都让人知道我。王心凌跟张智霖如果不上节目，那大家可能已经忘记他们了。接下来说一下什么是关键时表现突出。这边要说的关键不是我自己的关键，我自己的关键只对我自己有影响。这边要说的是团队成员跟公司的关键，相信大家可能都有碰过。在公司内部的讯息传送系统，像是 Slack， 总会有一些人问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通常是可以直接 Google 或是在公司内部文件里面就找到答案的。可是有些人就是懒得花时间去找，这就是团队成员的关键。他懒得查跟找没有关系，我来查，我来找，查的越多，我了解的知识就越多，找的越多，我对公司文件的位置更熟悉。我学完再分享给他，我就在他的关键产生了作用。我要给大家的印象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人，不是老是在问问题的人。现在来讲一下之前提到的关键性臭虫。
什么是关键性臭虫？对公司跟团队利益有损伤的 bugs 都可以算是关键性臭虫。今天如果线上产品出现了问题，也就是 incident 或是 outage， 不管能不能去修复，这些都是我可以去表现的机会。我志在参与，不在修复。如果能成为修复的人，那当然是最好。不能的话，也要给团队提供一些帮助。这些是我可以从中学习到的机会。去看日志中到底记录了什么，有没有可能是哪一个部分出现了问题，或是把不是问题的地方给排除掉，缩小查找错误的范围，跟团队一起去找出错误。就算我是小白，我也可以在关键的时候出一份力。最后来讲一下公司的关键。刚才说过要把平时表现平稳的时间拿来思考在公司内部有哪些地方可以改进。这边举一个例子，我之前公司的软体开发流程，我们有利用一个叫 Feature Flag 的功能。那什么是 Feature Flag？ 这边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目前向第三方公司购买的方案，只能供给50个工程师来用这个功能。其他工程师如果要做什么修改，那必须透过这50个工程师，所以有的时候很麻烦。那你可能会说，公司为什么不买更高级的方案？因为是初创公司，钱要花在刀口上，加上目前科技业有点惨，所以能省则省。这就是我观察到的内部问题。我用多余的时间去设计一个系统，让公司不用去升级方案，也能让其他员工来用这个功能。当做完展示的时候， CTO 直接在大家的面前说，单这个系统就让公司每年可以省下6万块美金。相比之下，这个结果是不是比花很多时间去修10几个 bugs 来得更好？而且在设计跟执行的过程中，我学到的东西会比修复虫虫还要来得多，对以后的发展也更有帮助，也让我在未来的行为面试上又多了一个好故事可以讲。好了，那这些就是我10年来在每个公司待过的经验分享，希望大家都能在平时表现平稳，关键时表现突出。如果我的影片曾经帮助过你的话，别忘记按赞、订阅还有分享。也希望今天的大家都能比昨天厉害。我们下个影片见 ，Peace。